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 Ariel。今天这集呢，我们要聊聊日本。搬去日本这个想法已经在我的心里面打转了最起码5、6年了。它怎么开始的呢？其实也不是说一早就想搬去日本，只是这些年在湾区攒的钱不够以我想要生活的 Chubby Fire 的方式在湾区活一辈子。这是一个原因啊，再来就是我们也想换个环境，就是已经在湾区这边住了快要大半辈子了，然后未来想要到处去玩玩。我跟老程已经在以上的10年，把我们想要去的这个地球上的国家都去旅行过了。根据我们的 financial situation，就是钱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喜好、喜欢吃的东西、文化，还有生活水准和 cost of living 来说的话，这些综合起来看，我们两个想要先搬去日本看看。所以既然要搬去日本的话，就要 research 很多搬去的这些 logistics 和 topics。注意，我这边想要 differentiate 一下，我说的是要搬去日本常住，不是旅居日本。我们想要看看，如果想要常住在日本，有一个永久居民的一个身份、房子、车，这些都要怎么办？要花多少钱？住在哪儿？那今天这集呢，我就会跟大家说说这几项。这个视频我会 cover 很多有用的信息，分成3段。我们先从2个人的 cost of living，就是在东京我想住的几个地方，我还给大家找了几个房子，要花多少钱租。再来就是在东京买房投资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最后也就是我最需要知道的重点是怎么办身份。因为我的情况一直是 permanently living in America，就是长居北美。日本的身份的话，我是可以去观光旅游，那个3个月是免签的，那个没问题。但是3个月对我完全不够。报一个语言学校这个事情也可以作为 temporary solution，可以撑我在那边 explore1到2年。这个可能也是我会一开始做的一个办法，在那边可以站住脚吧。但是永久居民的话，还是得有一个 permanent resident 这个身份。根据我的情况，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打算如果搬过去怎么办永久身份。那这个视频我们分成这3段，应该在 timeline 都已经 divide 好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看的最有用的信息，快进到你想看的那一段。OK，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第一段生活成本，因为我家是2个人，我们搬过去的时间，我们现在算大概是40岁左右吧。我们2个会想要先在东京租个房子，不是短租，而是那种 2 year 2年开始的，因为东京的长租大部分都是需要2年。本来我们想要在新宿、新宿或者是 Shibuya，中文应该叫涩谷。这一带吧，就是租一个比较现代化、比较新的2房的公寓。但是我调查了一番，然后真的是大开眼界。录这个视频，2025年，这个我想要租的公寓，如果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些地方，就已经挺贵的了，就让我们想到了，那要不要住远一点？但是先说每月的平均租金哈，如果你不是打算住在市中心，比如说新宿、Shibuya、Harajuku 这些地方，而只是看平均的东京的租金，那2房1厅的公寓每个月大概是2万到3万的日元，convert 成美元就是1300到2000块钱一个月的租金。我算的 conversion 是1块美金等于150日元。在日本租房子需要很多 initial cost， 其实在哪儿租房子都需要一些 initial cost， 但是在日本租房子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initial cost， 包括礼金、押金是哪儿都有了，但是礼金这个比较 interesting 的 concept， 这个礼金可以找我的中介试着看看能不能谈少一点，还有中介费，还有一个担保公司的费用。因为我们搬过去以后应该是没有工作，没有在日本有收入的状态，所以肯定是需要一个担保公司。然后再来就是第1个月的租金。综合来看的话，租房的初始费用大概是1个月房租的4到5倍的概念。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些我选中的房子。本来我是想要住在这个非常 central 的一个地方，比较贵的房子。这2个房子它的租金都是60万日元一个月，convert 下来就是4053一个月的租金。这个租金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要贵啊，尤其我们只有2房1厅，它的面积是60到85平米，换成 square feet 就是667到914 square feet。它的 initial moving cost 是300万日元，换成美金就是2万0300。
这这租金确实是有点儿高，比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租金每个月都要高。所以我查到这个以后就有点儿打退堂鼓了，然后我就把老程叫过来，我问他，这个日本的房租不是平均是1300到2000美元一个月吗？怎么我随便看一个我想住的就要4000多？然后他就跟我说：“你那哪是随便看一个，你那是找了一个又贵又新又 central，就是完全在新宿或者 Shibuya 的中心的地带，就是下楼什么吃的、什么逛的都有，那肯定贵呀。”然后我就想，哦，好吧，我还是得跟在美国一样，就是不能住在那么市中心的地方。我在美国的湾区就是住在郊区，开车到旧金山不堵车，还得45分钟、50分钟。所以我就照这个概念再去找一下，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 East Side of Tokyo 这个房子，离 Shibuya 和新宿坐地铁还要40分钟，有点像我在美国的概念了。这个租金和我能拿到的 return，这个房子的面积什么的，我就觉得舒服了很多。我跟大家道一道哈，这个房子是13分钟到地铁站，这个地铁站叫 Mizu 地铁站，它的每月租金是24.7万日元，换成美元就是1668，松了一口气。这个是一个纯房子，它有3层楼。它大很多，不像是那种公寓，只有小小的一点点。它的面积是93.66 square meter，换成我们 used to 美国用 square feet 就是1008 square feet，还是不是特别大了，就比我现在住的房子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东京我很满意了，而且这个房子它很新，它还有 parking。一会儿我再跟你们说一下，如果在东京你想要有车和租车是什么钱。那它有3层楼，所以就是说我想要 personal space 的时候，也可以去我的楼层，我一层，我老公一层。呃，让我想到了一个脱口秀。Anyways，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我觉得是比较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所以如果是我们搬过去的话，我觉得 realistically speaking，我们可以大概算每个月的租金，以我想要租到的房子和它离市中心的 transportation 也不是特别远，15分钟以内，那大概可以在33万日元每个月就可以 cover 下来，也就是刚才说的大概2200美金一个月。这个房子和任何我们所有看这些房子都是有刚刚说的那个 initial cost 嘛，它需要 deposit, key money, agency fee, lock exchange fee, fire insurance，加起来它的 total moving cost 是188.2万的日元，也就是12720块的美金才能够做这个 move-in 的 deposit 吧 cost。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其他的花销，比如说 utility，就是水电费账单，这个我们估计两个人每个月需要花80块美金。上网还有电话费，这个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70块一个月。买菜加上出去吃饭的钱，这个我先给你们 break down 一下啊。我们先说买菜的钱，买菜两个人大概一个月算出来是405块。那出去吃呢，我们俩挺爱出去吃的，尤其是我可以 imagine 我们刚搬过去日本，肯定会很嗨，然后整天想要出去吃，所以我在这边算账就稍微 wild 了一点啊。我算的是两个人大概每顿出去吃是 on the higher end，就是55块钱美金一顿饭，每个星期需要出去吃6次，每个月就是24次。那这样算下来就是1320块一个月要用来出去吃饭。再来就是 transportation cost，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坐 public transit，就是刷那个 s u i 卡坐地铁，那每个月大概两个人是162块美金。但是我又 go wild 一点，给大家算一下，就是我想就有一个车要多少钱？我在美国开的是一个那个 SUV，就 Mercedes 的那个 GLC 300，所以我就想看，那我同样的车在日本要多少钱？我看了一下，如果是租的话，那个租车我只查到了 daily rental，就是每天付的那种，那个肯定是最贵的。如果我要租一个 luxury car，like Mercedes 或者是奥迪 Q5 或者是 Porsche 的那个 Macan 还是凯宴的，反正就是那个 SUV，每天要租的价钱大概是175到200块钱，每个月就是5000多块钱。但是也有 monthly rental，那个我就没有仔细去查，因为我直接跳到了去看买的价钱。我调查的结果是，如果我要买2024年的 model，一个 Mercedes GLC 300 4MATIC SUV，大概换成美金是49450块。作为一个 GLC 的 owner， 我知道这个价钱其实跟美国也差不多的价钱。Very pleased to hear this。就如果我要买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在日本买车是更亏一些，并不会。
下来咱再算一些 miscellaneous costs，比如说 entertainment 啊、necessity 和 other expense，就算大概是300块钱一个月吧，因为我可能还要买一些衣服和可爱的东西，毕竟日本这些东西比较 attractive，我的抵抗能力比较差，所以我就算300块钱一个月。再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医疗保险，日本对于它的 permanent resident，就是常住的居民是 require 他去买一个 insurance 的，这个是日本政府提供的吧，叫 Jap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它的 cost 的算法，我觉得对我不是很 apply，因为它是一个 income based levy，算我的收入的一个百分比，加上 per capita levy，就是每个人头再加一些钱。我在日本是打算 fire 退休的，我没有收入，所以我不知道要怎么让它算我收入的一个 percentage。但是 per capita 的话，就是每个人嘛，根据我查到的 information，每个家庭成员最低是263 per person，也就是说两个人是526块，这个不算贵。还有一个健康保险的选择是专门给旅居的人定义的一个保险。那我查到的是这个保险呢，每个人大概是1000到3000块钱美金一年，折中一下算2000块钱一年，这样两个人就是4000块钱，也就是 equal out to 333块每个人每个月。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大群乱七八糟的 cost，总结是什么呢？房租每个月2229，utility 水电费80块，phone bill 和 internet 70块，出去买菜405，出去吃饭1320。我应该暂时不会买车，所以就算 public transportation，两个人162。刚刚说的一些 miscellaneous cost 可能就是我乱花的钱吧，算300。我想要买那个 expatriate 保险，333块一个人每个月，那就是666块两个人。我算起来，我的每个月生活费是5232美元。还是比湾区要便宜很多很多。You get more for your bucks，你的生活品质会提高很多。现在心里有底儿了，每个月在东京过得很舒服，大概需要5000多块钱，for 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那现在第二段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房地产投资。我不是说我现在就要去买这个房子，我只是想要先查一下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东京置购房产，甚至作为投资，我需要 go through 什么样子的 process， 有没有什么 restriction， 投资回报率是怎么样，这个也会 lead to 身份的那个 topic，which is 第三段。我先 clarify， 我不是说我打算做房产投资去拿身份，一会儿聊到身份那一段我们再说。看投资我很习惯先看一下 historical 趋势，就是历史走向。日本的历史走向，我们先看一下19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破裂，导致房价长期的下跌。2000年呢，市场有慢慢的复苏一些。2010年代，东京核心的一些区的房价有稳步上涨。到了2020年代呢，在2021年的时候，东京的新的公寓的价格已经超过泡沫时候的最高点。2023年的数据显示，东京市区的房子已经每平米可以卖到80万日元。一些更火的地方，比如说银座，价钱就更高，可以卖到100万日元。咱们总体来看的话，东京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市区，它的房价还是非常稳的在上涨，租房的需求也很高。比如说像我这种外国人士，或者是学生，还有专业人士，他们都想要在这边租房子住。根据我的调查，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东京是可以购置房产的，只是贷款对我来说会比较困难。通常外国人会直接现金在东京买房，或者是以一些其他的他们本国的方式贷款。不管怎么样，想要在日本房屋贷款的话，最好还是有一个日本的身份，或者是日本的一个长期工作，最好是两个都有。对于我来说，一开始搬过去这两条件都没有，所以我不考虑贷款，我应该会直接持现金买房。如果我有那么多现金或者想要买房子的话，接下来我要看一下我这房子要买在哪儿。刚刚说的一些核心地区的房价一直在往上涨，包括西布雅，中文叫涩谷吧，还有就是新宿、千代田区这边，我就抓了一个我最想要住的区，仔细的研究了一下。那个就是新宿新宿区这个地方，根据我能查到的数据，从2022年看，它的二手公寓每平方就已经到了117万日元。同样地区跟2012年，就是10年前的数据比，涨的是1.64倍，还可以，还可以。如果是租金来看，新宿区的平均月租为113100日元，也就是766美元每个月。每年的收益回报率是3%到5%，这个房子大概是18.3万到31万左右的美元可以买下来。这个房子应该是一个 1LDK，就是一房一厅，甚至可能是个 studio，挺小的房子。
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税务上有哪一些需要付的。第一个就是不动产所得税，这个大概是房价的3%，是一个一次性的费用。再来就是固定资产税，应该算是每年要交的 property tax，大概是1.3%房屋的价钱。还有一点就是作为 investor 来说，我要付租赁收入税，这个美国也是要付的啦，毕竟是个投资。租金收入税大概是20%。我觉得还是挺高的，但是我查到的备注是可以找一些公司 try to 优化这个税，不是 flat out 必须要付20%。关于日本投资房地产，我最后的结论大概是，如果我希望长期稳定的投资，有一直 constant 的租金进来，那买在东京的核心区，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或者考虑的。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就是日本本身房子它是一个贬值的，是 depreciate 的一个产品，但是地是会升值的。那最后的 disclosure 就是这个不构成你的投资建议啊，就算是我要去买，我也会自己根据我具体要买的那个房子算一大笔账，然后再看看这个 return 的百分比是否根据我的 financial 情况是让我觉得很好的。OK，那讲完了房地产，我们就到了这个视频的第3段，就是讲我怎么拿身份。其实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投资房地产继续说身份的事情。有一个拿身份的办法，也是我有可能会用的一个方法，就是 business manager 或者是 investor 投资的方式拿身份。那这个 requirement 呢，是你要在日本开一个 business。对我来说，投资房地产不算是一个 business， 但是我可以把它做成类似一个 Airbnb， 那就是一个生意。那这个身份有一定的 requirement， 比如说你的 investment amount 投资价钱需要最起码是500万日元，也就是35000块美金。我们还得有一个 physical office， 一个真正的办公室，最起码请一个员工，这个员工需要是当地的日本人，然后再来就是要 somehow contribute to the Japanese economy。如果我弄一个短租，租给游客，也算是 contributing to the Japanese economy。如果我要用这个方式来申请身份的话，我需要提供的文件有 proof of investment， 证明我在做这个投资，我的 business plan、company registration， 还有我的 financial stability。Basically 就是要告诉移民局，我这个生意是真实的、存在的、赚钱的，就算不赚钱也是 contributing to Japanese economy， 对日本是有好处的一个生意。如果我以这个方式通过了这个申请，那我一开始的 visa 会是1到3年可以延期的那种 renewable，could lead to 一个 permanent resident visa。我需要在日本 run 这个生意5年以上，有 continuous operation， 所以这是一个 legitimate 办法。如果你想要走投资身份这一块，那我刚刚为什么在房地产那一段说我不是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拿身份呢？其实我更想要用的方式是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来拿身份。那除了那个 digital nomad visa， 就是只能在日本待半年，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短，我想要 permanent。permanent 的话，我还是走同样的这个 business manager 或者是 investment 的方式拿身份，所以 requirement 是一样的，就是我这个 business 最起码要投35000，在日本有一个 physical office， 请一个日本人。hypothetically 也是我希望看到的，就是我这个频道如果能做起来的话，我是可以去通过专门帮我办身份的日本公司，由他们出面帮我做申请，帮我租 office，帮我去找员工，帮我交所有的 documentation。我只要可以 prove 我这个 YouTube 它赚的钱够多，然后它是一个 legitimate 的生意，它可以给日本社会带来好处，那这个方式其实是我更想要用的一个方式来拿到我的 permanent 身份。OK， 我很开心，我终于把这一大群我 research 了好久的 information 跟大家说出去了，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来，我是 seriously considering 要搬去日本的。那希望这个视频对于有可能考虑想要搬去日本的你，也给了一定的 information， 让你更清楚你什么时候或者有多少可能真的可以搬去日本。如果这个视频你看到任何有用的信息，那请你帮我点个赞、转发、分享、留言。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